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新的视频的放大技术啊，叫 Seeed VR2。这个技术放大的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有一个基础的视频，这个女孩的脸呢，大家会发现她其实不是特别的清楚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经过处理之后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整个的对比度啊，然后色彩啊、细节的呈现呢，其实呢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。当然，很多人还是会诟病啊，就是它不是特别的自然，有我们那种 fast 或者叫 LCM 采样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啊。尤其你看眉毛的这个地方、嘴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色彩呢有点过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不可否认啊，就是说 Seeed VR2 这个技术呢，是目前视频放大里边呢，应该说效果最好的一个技术。另外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工作流呢就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无限放大的工作流。那就是说，不管你这个有多少帧啊，我都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流把它进行逐一的放大，最后你得到的这个结果呢，也会一致性非常的强，而且呢不会爆显存，是不是特别的神奇？下边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技术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Seeed VR2 在 GitHub 上的一个页面，这里边我们重点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它目前用到的这个模型呢，主要两个，一个是3B 的，一个是7B 的。那么大家用的时候呢，用3B 的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技术呢是比较吃内存的。当然呢，我们有一些处理的手法，但是呢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它基本上的更新呢，经过了两个比较大的阶段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节点。那在这个节点里边出来之后呢，就是这个 batch size 啊，其实是不起作用的，所以说呢，没有办法在视频放大的时候做到比较好的一致性。然后在新版的这个里边呢，那你会发现它整个视频放大的效果呢就变得好很多了。另外它还增加了一个节点，就是这个块交换的配置啊，可以让我们的显存占用呢更好一些。所以说呢，一旦进行了这样的更新，那这个技术呢就变得基本可用了。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用到的各种工作流。那我把这个工作流呢，其实也构建到了 Running Hub 上，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.ai 来访问这个平台，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，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。那你可以在平台上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。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的示例工作流呢，也会发布到这个平台上。大家呢可以通过我视频描述区里边的邀请链接来访问这个平台，那你会获赠1000点的运算点数啊。另外每天登录呢也会获得100点的 2HB， 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工作流的尝试。但是呢，目前这个工作流在 Running Hub 上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。那这个问题在哪儿？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就是虽然呢 Running Hub 上已经有了这个扩展，但是它现在呢没有这个，那就说明呢它现在只更新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版，然后后边这版还没有。那回头呢 Running Hub 平台对这个节点进行更新之后呢，我再发布这个工作流到平台上啊。那我现在呢就在本地啊，先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测试。那今天我们用到的工作流呢，主要有3个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第一个工作流，这个是一个生成视频的。那我之前做了一个理论上可以生成无限长视频的那个工作流啊，但是那里边有一些问题，就是随着我们这个长度的增加呢，人物会有一些偏色。后来呢，我也做了一些尝试，那我发现呢，之前有一些组合呢是不太合适的。我在这儿呢，把这个工作流呢稍微改了一下。那我们这儿有一张图。那这儿有这个配置的部分，我们把它进行缩放之后，然后进行start to end 的编码，把它编成这个 VCE 的 embed 啊，就是嵌入式向量，然后进行采样。那这里边我们的主模型大家注意用的是 WAN 2.1 的 T2V14B， 这个没有变化啊。这个 LoRa 我换了一下，原来呢我用的是 Xfusion 啊。我觉得呢，它的这种自然性保持的不是特别好啊，所以说呢，我给它换成了 ACCVID 的 I2V， 大家注意啊，是 I2V 啊，不要用 T2V，T2V 的效果呢不是特别的好，所以说呢，这儿有一个匹配失衡的问题，就是我这儿是一个 T2V 的模型，但是我这儿用的是一个 I2V 的 LoRa， 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那 VCE 的节点没有任何的变化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生成的一些效果。质量都非常的高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流。这个工作流呢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，所以说呢大家只要知道我在哪些地方做了优化和修正就可以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工作流。
第二个工作流呢，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好，下边呢，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说起啊。我把不需要的节点呢，暂时先给它删掉。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的基础用法。你要注意啊，它其实是既可以做图片，也可以做视频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片。那如果是图片的话呢，我这儿可以只取1帧。那这儿呢，我拿到的就是1帧啊。那我们把它 preview 一下。为了方便看这个效果，或者是减少这个资源的占用呢，我现在呢采用了一个480和480的剪切，这个你可以做，也可以不做啊，没有关系。另外你要注意，最核心的节点就是这个啊 ，CVR Video Upscaler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模型选的是一个3B 的，你注意并不是7B 的，所以说呢，跑的时间呢也会更短一些。这个 batch size 呢，由于我现在就1帧嘛，所以说你可以设成1啊，这个没有关系。然后你要注意，这儿有一个叫 New Resolution， 就是你希望它放大之后的分辨率是多少。它现在是一个480的分辨率，你按照那个短边去计算啊，比方说我现在要是480，你可以放到720，是吧？下边我们跑一下，大家看一下效果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图给截出来了。你注意这个人物的话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，对吧？不太清楚啊。然后我们经过放大之后呢，这个效果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。注意啊，在采样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你看不到中间任何的细节。如果你想看到控制台的信息的话呢，可以点开这儿去看啊。可以看到，现在呢已经完了啊，我们拿到了1帧。大家注意，这个放大的效果呢已经比较明显了。那另外呢，你可以使用7B 的模型啊，比方我可以用7B FP8 的，然后7B FP16 的，我们是一个 FP8 的。大家注意，现在呢这儿就有问题了，就是我用 FP8 的，它就直接什么报这个显存了，是吧？那这个是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可以稍微的处理一下，我可以把这个 block swap config 给加上。然后呢，我这儿可以把这个交换的块数设成36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7B 最大的块数应该是36，而3B 呢是32啊。那我们再跑一遍，现在采样就完成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注意啊，这个有点过曝的意思，是吧？这个效果好像没有3B 要好啊，但是总体的你会发现啊，它整个的这个修复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那我之所以给大家做这个演示呢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大家需要注意啊。它这儿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提示信息，就是它会把这个参数转成 BF16。所以说你注意啊，当你选了 FP8 之后啊，它其实到最后会转成BF16。那我跟大家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选 FP8 其实并不能减少显存的占用。那之所以用 FP8 的仅仅是推理的速度更快一些。如果你想减少显存，这个选 FP8 是没有用的。刚才我们选1帧，它照样爆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把这个给它换成视频啊，现在是80帧。然后你要注意这儿这个块设置不要设36了啊，因为它没那么多块啊，3B 的嘛，它只有32个块。另外呢，你这儿是不是要这个 offload IO 啊？你可以选。这里边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啊 ，cache models，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模型缓存起来？如果你要是批量的去一个一个的去放大的话，可以把模型缓存起来啊。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选的啊，大家默认就可以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把它换成视频，大家看一下效果啊。那我们重新再跑一遍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是我们对视频放大的一个效果。大家会发现它的头发呀，然后面部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抖动，原因在哪儿呢？原因是我们这个 batch size 的设置。现在我写的是1啊，那要是1的情况就是1帧1帧放大，所以说呢之间的这种连贯性我是没有办法去保证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建议大家把它给什么？给设定一下啊，比方说设定成45。由于我一共是80帧，45的话呢，2次你就可以采样完，这样的话呢一致性就会好很多。另外呢，我建议大家把种子设成 fixed， 那就是当第一个批次和第二个批次进行采样的时候呢，我们让它的种子是一样的，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初始的噪点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。那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修改之后呢，回头你就看不到太多的这种抖动信息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再试一遍。那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呢我们再去看头发的这个地方，非常的稳定，是吧？跟刚才的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吧？这就是放大之后的这个效果啊。那这就是这个节点的一个最佳应用的设置。大家注意啊，如果当你选是7B 的时候，这个可以设到36。
当然你可以设的再小一点啊，但是你要是3B 的时候只能设到32啊，这个你有兴趣可以去看它的论文。关于论文的部分呢，我就不细说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综合的实例。这个呢，其实跟那个无限的生成一个视频的效果差不多啊，是无限的对一个视频进行放大。不管你这个视频有多长，我都可以把它进行放大。当然，原理呢也是这样，就是我需要把它分割开。但是你注意啊，最终生成的效果你看不到这个太多的跳跃信息，主要就是用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技巧啊。好，下边我们就看是怎么去做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做了一个基本配置，这儿我有一个 batch size， 就是我每次处理多少帧。注意啊，这个 batch size 有一个要求啊，它必须得是4的倍数加1。然后呢，这儿有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呢，我先把它全部拿到啊，然后呢，我获得一下它一共有多少帧，然后呢，和我的 batch size 啊做一个除法，而且我上取整啊，上取整就是木桶原则嘛。就是不管最后是点几啊，我们都是往上去整啊，因为我们一般是4舍5入嘛，那我得到的哪怕是 3.3， 那我最终拿到的结果也是4。然后这儿需要减1，是因为我的采样分成了2部分，先做了一个初始的采样，后来又做了一个循环的采样啊。这个循环次数呢，其实需要刨掉一开始的这个初始化采样的部分。所以说你注意啊，我一共是80帧。batch size 是25，按道理算出来呢，我这个值应该是4啊，我减掉1呢就是3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就是我们的 loop count， 然后把这个视频也保存起来。好，进行第一步采样，这个很简单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视频拿过来，那我们从里边取到最开始的25帧。啊，用 batch size 设置帧的个数，起始呢，当然就是从0开始。这个 seed 呢，我需要保证啊，多少次采样这个 seed 的值是个固定的，所以说呢，我单独的把它提出来了。然后这就是我们刚才用到的那个节点，配置是一样的。由于我这儿选的是3B 的模型，所以说这个块数是32。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步采样拿到的这个效果。只有25帧。好，下边进入循环采样。循环采样的话呢，同样啊，我这儿有一个 loop start， 然后这儿有一个 loop end。具体的内容呢，我在之前已经讲过了啊，所以说呢，我这儿就说的快一点。用 flow 连起来，代表着它们是一个循环体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采样的内容是 y60， 然后我这儿用到了一个什么采样的次数啊，就这个 index， 就是我现在第一次循环就是0。第二次循环就是1，第三次循环就是2，所以说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啊。我每次循环啊取的这个图片是不一样的，主要是这个起始帧数不一样啊。那这个值呢应该是 a 加1啊 ，a 呢是当前的这个次数，比方第0次循环，那0加1就是1啊，乘以 b， 这个 b 是什么？是我们的 batch size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我的第一次循环是从第25帧开始取的，因为呢我前边已经什么采过头25帧了，所以说第一次循环这儿需要加一个1啊，那就拿到了第25帧到第50帧。在这里边呢，由于我的 seed 是一样的，所以说极大程度上保持了它们的一致性。然后循环完了之后，将我们的第一次循环的那个结果和我这次循环的给它拼起来，然后把它更新到这个 initial y61， 然后再次进循环的时候，那这个值就变成了什么？第一次循环和第二次循环合起来的那个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分开采样啊，分开采样我就不用再单独的做拼合了，因为单独做拼合我根本不知道它有多少个嘛，这个会比较麻烦啊。然后第二次循环，那这个时候取的就是从第50帧开始取到第75帧，然后拼合到一块，又更新了这个 initial y61， 然后再次往下循环，一直到我们循环这3次结束啊，再加上一开始，那这就是这80帧所有的结果，对吧？哎，非常的漂亮啊！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叫无限放大的工作流啊，是不是非常有意思，对吧？好，还等什么？赶紧自己试一下吧！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